这是公元前196年，尼罗河三角洲。故事发生的地方叫孟菲斯。这座城市建于公元前3100年，到公元前196年的时候，已经屹立了2900年。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叫 Ptolemaios Horpemptus Epiphanes Eucharistus， 这么冗长的名字，一听就是希腊人。没错，他是个希腊人。这一年他13岁，已经在埃及当了8年国王。就在前一年，他按照古埃及的传统给自己加冕，成为法老。希腊人怎么会变成古埃及的国王呢？130多年前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，亚历山大死后，他的将领托勒密控制了这里，成为国王，建立了托勒密王朝。此后的埃及就是一个希腊人的王国了。为了更好地统治埃及，来自希腊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埃及化，他们自称法老，也尊重古埃及的传统宗教。与此同时，古埃及也在希腊化，王国的官方语言变成了希腊语，建筑风格也在向希腊风格靠拢。故事开头提到的那个名字冗长的希腊少年，是托勒密王朝的第5个国王，因此被称为托勒密五世。虽然这个王朝已经统治埃及100多年，但是这个国家却正在失控。几年前的公元前200年，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三世发动了帕尼翁战役，托勒密埃及的军队大败亏输，失去了长期控制的巴勒斯坦和科里叙利亚。埃及人在东地中海的势力范围开始了不可逆转的收缩。早在公元前205年，上埃及开始发生大规模叛乱。20年前，为了对抗塞琉古帝国，托勒密四世打破了以往只雇佣希腊或马其顿士兵的惯例，大规模武装并训练了大约3万名埃及本土平民，组建方阵步兵。长期的战事让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压力，王室向底层民众转嫁了严苛的税收负担。这些掌握了军事技能的埃及本土士兵因此发动叛乱，在底比斯建立独立政权，起义领袖自称法老。同一个国家出现了2个最高统治者。在我们的主人公托勒密五世统治时期，南方的起义领袖依然在对抗着托勒密王室。为了稳定国家局势，埃及各地的高级祭司来到孟菲斯召开会议，决定为年轻的托勒密五世颁布一份法令，来安抚民众，并再次强调国王的神圣地位。我们今天还保存着这份法令的一部分，这就是罗塞塔石碑。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？实际上，石碑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称赞这个13岁的国王。法令说，他向神庙提供钱粮，确认神庙原有的收入，免除祭司的一部分负担，取消一些积欠，又减轻了征发。他还镇压反叛，保卫埃及。作为回报，祭司们承认托勒密五世的神圣地位，规定各地神庙要供奉他的形象，为他举行祭祀，并把这份法令立在重要的神庙中。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交易。托勒密王朝需要埃及祭司，统治者纵使有军队在手，也不必然能够统治一个国家。实现统治需要得到一个国家各个利益团体的承认，而祭司就是埃及最重要的利益团体。祭司同样需要托勒密王朝，因为到了这个时代，神庙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，也已经站到了很多群体的对立面。没有王朝的暴力机器，祭司团体光靠宗教权威已经很难维持这些利益。类似的法令需要复制多份，立在埃及各地最重要的神庙里。人们今天已经发现了同一法令的其他副本，这也解释了石碑上最著名的特征，那就是同样的内容用3种文字各写一遍。石碑最上面是埃及象形文字，中间是埃及世俗体，最下面是希腊文。今天的人类正是利用这份3种文字的对照表，获益了古埃及象形文字。托勒密时代的埃及，象形文字在神庙和宗教场合使用，世俗体广泛用于埃及人的日常文书，希腊语则是托勒密王朝的官方行政语言。古埃及和古希腊2套政治和文化长期共存于同一个国家。
历史发展沧海桑田，托勒密王朝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这块石碑也失去了原来的位置，被后世的人们拿去当作建筑材料。公元1799年，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正在埃及罗塞塔修筑防御工事，在挖掘地基时，他们意外在一段破败的古墙中挖出了一块黑色的大石碑。带队的工程军官皮埃弗昂索瓦·布沙尔感觉到这块石碑非同寻常，他下令立刻停止挖掘作业。石碑随后被送往学者手中进行详细鉴定。这件事上报了拿破仑。托勒密与拿破仑，一个是2000年前远征埃及的希腊统帅，一个是2000年后远征埃及的法国统帅，竟然在同一时空碰面了。不知道2000年前的希腊统帅是否会告诉拿破仑，你将从将军变成皇帝，但是你的帝国也将像我的王国一样，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。